叶晨心中虽然觊觎林婉儿的雷击木，但一时半会还真不好意思开口索要，毕竟这东西是林婉儿珍藏300多年的，对她来说意义肯定非同寻常。不过叶晨心知自己也没必要过于着急，现在这情况，就算是林婉儿把雷击木给自己，自己也是根本没能。于是叶晨便看向林婉儿，问出了自己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：林小姐，我很想知道你这300多年都是怎么……林婉儿耸肩一笑，自嘲道：奴家又不精通灵气，完全不是吴飞燕的对手，所以奴家这300多年来只能一直说着。林婉儿又道：不过前200年都还好，那时候毕竟交通不便，而且通讯也不发达，吴飞燕想抓我也没那么容易。说到这儿，林婉儿歪着头，一边回想，一边讲述道：办完父亲的后事之后，奴家因为年纪小，又没什么能力，只能在滇南几个偏远的地方辗转生活了几十年。因为奴家这面孔太年轻，为了不被怀疑，奴家在一个地方一般也就生活5年8年，就会换另一个地方。也是在那段时间，奴家喜欢上了普洱茶。那段时间，奴家辗转多个地方，也趁这个机会到处学习和试验普洱茶的制作方法。而后又在滇南的天池边上生活了几年，教当地茶农更好地制作普洱茶的工艺。在目睹普洱母猪渡劫失败后，奴家便感觉失去了精神寄托，再加上经过几十年的逃亡生活，奴家积攒了，也学会了很多生活和逃亡的经验。而且在天池边上待了几年，也到了该走的时间，于是奴家便离开滇南之后，奴家不敢去内地，便一路南下去了交趾，又从交趾一路下到南洋，在南洋几个国家都最后在槟城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再后来，奴家又去了文莱，去了印度尼西亚，然后又从印度尼西亚乘船去了印度，从印度穿越中东去了。在那之后，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，奴家当时十分惊叹他们在科技和学术上的快速发展，于是便开始到这中间还用不同的身份在欧洲读了很多所大学。19世纪初，奴家跨过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读书，但是没过多久，英国就开始了对华夏的侵略。奴家见那些平时自诩绅士的英国人开始举全国之力，在全世界殖民和贩卖鸦片，又在华夏讨起了地，奴家心中憎恶，于是就离开英国，乘船去了北美。只是奴家不太适应当时北美的环境，那时候的北美没有什么秩序，那里的白人每天忙着跑马圈地，并且疯狂屠杀那里的印第安原住民，所到之处皆是血腥与混乱。于是奴家就在南北战争开始之后，乘坐商船去了日本。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明治维新，处在东西方文化快速冲击、快速融合的阶段。奴家想看看日本国事会，于是便在日本多待了一些时日。甲午战争打响之后，奴家深感清廷昏庸，再加上这么多年来看到了欧洲在工业革命后的飞速发展，以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快速转型，很想回到华夏，为华夏尽一份力。当时恰逢孙先生前往港岛筹建，奴家便从日本去了港岛，想要加入新华会尽一份力。叶晨听到这里，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本以为林婉儿这么多年的逃亡，可能一直都生活在人烟罕至的地方，以此来躲避追杀，却没想到他竟然一直走在整个世界的风口浪尖上，甚至他自己在逃亡的过程中还想着为华夏尽一份力，这一点与林竹鲁高度相符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女。这时林婉儿继续道：奴家刚到港岛，便通过之前的一些关系与新华会取得了联系，可就在奴家准备与他们见面的时候，遭遇了破清会死士的伏击，九死一生才逃出虎口。叶晨问他当时有人泄密？是。林婉儿点了点头，感慨道：奴家当时并不知道吴飞燕的人早已经开始渗透到了新华会。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那次死里逃生之后，奴家便意识到
吴飞燕已经开始了在从亚洲到世界各地的渗透和，于是便去了相对落后的南美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，奴家听说宣统退位，激动的3天不曾合眼，于是又冒险辗转回到了华夏。在燕京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奴家又去北方游历了一段时间，直到日本在东北发动918事变。918之后，奴家感觉北方形势突变，便再次回到燕京。1937年77事变之后，日本法西斯全面侵华，奴家一介女流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再加上当时还有一些孩子需要照顾，战乱时期无法带着他们在国内到处躲避战火，于是只能带着他们又去了美国，一直到2战结束后才离开。叶晨惊讶不已地问：你一直逃亡，怎会有一些孩子要照顾？林婉儿认真道：奴家在各地逃亡游历，一个人着实辛苦，有时不小心摔断了腿，连个能给一口水喝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后来奴家便开始陆陆续续收养过一些被人遗弃的弃婴，流离失所的孤儿，奴家将留他们在身边抚养，教他们识字念书。这些孩子里品性好的，奴家换地方的时候便会带着他们一起辗转，品性不好的，奴家离开当地之前也会给他们留些钱财，找到合适的人家托付。而那些在奴家看来品性没问题而留在身边的人，奴家会选择在合适的时间告诉他们奴家长生不老的秘密，毕竟奴家把他们从小抚养到大，就算奴家不说，他们也会因为奴家容貌始终不变而产生怀疑。奴家游历世界这些年，各种机缘际会也赚到了不少财富，在世界各地积攒了不少产业，所以这些经过考验的孩子，待他们成年后，奴家会给他们一些财富与机会，甚至也会将一些生意交给他们打点，久而久之，也算是遍地开花了。叶晨惊叹地问：他们都是你的养子养女？不算。林婉儿摇头道：奴家不想在他们去世的时候过于伤感，所以一直不忘与他们建立清晰的边界感。他们从小奴家便让他们叫奴家小姐，有些人从会说话开始就叫奴家小姐，而到了行将就木的岁数，也还依旧叫奴家小姐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